国民经济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更是一个关系到每个人生活的实际问题。当我们谈论国民经济时，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就业机会、家庭收入、物价水平、公共服务质量等等。一国的经济政策，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政策等，都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的目标，还要平衡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需求。在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采取不同的政策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例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经历了大萧条的冲击后，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的政策。这些政策帮助美国经济逐渐复苏，同时也对后来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国民经济的发展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挑战，如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扩大等。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通过精细的经济管理来调节。同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举个例子，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典型的国民经济发展案例。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都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挑战。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分析不同国家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考量，以及这些政策对于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我们还将讨论在当前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国民经济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同时，我们也将探讨如何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继续第二段。当我们深入探讨国民经济政策的实施细节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缓慢、技术落后和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旨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改革的第一步是逐步放松对经济活动的国家控制，引入市场机制。中国政府开始减少对价格、投资和企业经营的直接干预，允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政府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引入竞争机制、优化企业管理和提高生产效率。此外，中国政府还鼓励外商投资，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设立了一系列经济特区。这些特区提供了优惠的政策和灵活的经营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这不仅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加速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在农业方面，中国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使用权下放给农户。这一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出。农业改革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为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中国政府也在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投入。这些投资不仅提升了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也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些综合性的政策，中国成功地转型为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社会不平等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等。这些问题成为中国政府在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新挑战。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巨大转变。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持续快速增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
这种经济转变不仅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的格局。首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加速，通过引入外资和技术，中国快速发展起了庞大的制造业基础。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工业产出，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从家用电器到电子产品，从服装到玩具，几乎在每个国家都能看到中国制造的身影。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不仅提高了中国的出口能力，也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其次，中国的经济改革带动了城市化进程。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质量。这一过程促进了城市的快速扩张和现代化。城市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城乡结构，也带动了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成为推动消费和创新的重要力量。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仅改变了国内的消费模式，也对全球市场产生了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教育、旅游、娱乐等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然而，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也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开发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患。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开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强调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收入不平等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旨在促进社会公平和区域协调发展。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继续最后一段。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改变了自身，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对世界贸易格局的重塑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启示。首先，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和出口国之一，其经济政策和表现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大量廉价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不仅满足了全球消费者的需求，也加剧了国际贸易竞争。这一变化促使许多国家调整自己的贸易策略，以适应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崛起。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也使得许多国家的经济与中国紧密相连。中国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明显的影响。其次，中国的经济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发展模式的范例。中国通过市场改革、外向型经济策略和政府的积极介入，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一模式展示了在全球化时代，通过改革开放和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一个国家可以快速发展其经济。对于那些仍在探索经济发展路径的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同时，中国在国际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积极行动，如“一带一路”倡议，也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影响。通过这些项目，中国不仅推动了自己的对外贸易和经济扩张，也为合作国家提供了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这些项目有助于促进合作国家的经济发展，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然而，中国经济政策的全球影响也是复杂且有争议的。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模式也引发了关于环境保护、工人权益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寻找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发展路径。总之，中国经济政策的实施和中国的经济崛起，不仅重塑了自身，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经验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快速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提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在未来，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将继续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相互影响，共同面对挑战，探索合作的新模式。这一过程将是复杂和多元的，但也充满机遇和可能性。它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历程中一个引人关注的重要话题。